子成啊，你这酒是真的吧？你不会拿个假酒来糊弄我吧？爸，正规渠道买的，您放心喝。还行吧。燕儿想吃什么自己夹。一个小女孩子吃那么多肉干嘛？风儿，这块肉最好，你吃吧。我看你这手表挺不错的，新款的吗？要不少钱吧？子成现在是大老板了，这点钱算什么？小小，你命是真好。妹夫这表确实气派，一看就是高档货。子成啊，你二哥呢这2天一直念叨着想买个手表，你看要不这样吧，你就把这个手表先给他用。老公，你就给我二哥嘛，也没多少钱。就是啊，妹夫，咱们一家人，客气什么？怎么舍不得？爸爸，那是你的表。哎呀，还是妹夫爽快。妈，你看好看不？我儿子戴什么都好看。妹夫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！我正好想买辆车，还差2万，你看能不能借给我？来，妹夫，我们喝一个。谢谢妹夫，我就知道你大气。到账了，到账了，妹夫就是爽快。看看还是子成最懂事儿啊。大哥，您上回买房还找我借了30万呢。就那点事儿你还记着？上次我不是说了吗？过2年就还给你，你至于吗？已经2年了，一笔钱，这都多少个说法？都是一家人，你干嘛那么斤斤计较？就是小小，你看看你嫁的好男人，亲哥哥借点钱都抠抠搜搜的，当初没有这个家，你能有今天？乖孙女，拿着买花裙子穿。谢谢奶奶。小宝，好好学习，长大挣大钱。燕儿，过来。这是爸爸妈妈给的红包，拿着吧，燕儿要努力学习呀。谢谢爸爸妈妈。嫌你能耐了，在我家凑那么大块。妈，今天是端午节，您就不能什么？我供你吃供你穿，把你养大还不够？你倒好，胳膊肘往外拐，帮着外人对付娘家。妈妈，我想回家。哭了，爱哭鬼。行了行了，大过节的，哭什么哭？妈，这是第几次了？什么？你想干嘛？罗姐，是我。喂，王总，拿20万养老费，明天帮我好的，退了。王总，明早9点，我让财务给你办手续。你什么意思？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？就因为没给你女儿红包，你至于要退养老费吗？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我小气。行，既然这样，那咱们今天就好好算算账。6年了吧？我在苏家这6年，您有正眼看过我吗？还有3年前我公司周转不开，资金链断了，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，我跑回来求您借3万，就借3万。您说家里没钱，苏俊要结婚，苏峰要找工作，到处都要花钱，我信了。我给您跪下写借条，利息按银行2倍算，可是借条您接都没接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翻这些陈年老账干什么？可您知道第2天发生了什么吗？苏峰骑着一辆崭新的摩托车，轰着油门从我家门口过去，5万全款，眼都不眨。那5万块钱是我取小小的彩礼，您1分没花，全给了苏峰买摩托车。那是你爸给风儿的，风儿上班通勤需要。哪里需要了？这3万我连借条都写好了，你看都没看，跟我说1分钱都拿不出来，转头就给苏峰5万。那车他在村口飙了3天，摔断一个肋骨，躺了半个月。够了，你能耐了是不是？敢在我家里吼？我吼，我12岁没了爹妈，吃百家饭长大，你们总说没嫌弃我，那是因为你们根本没拿我当人。我是你们家的提款机，是给你们养老送终的工具，是得倒贴了钱还得跪下来求你们的劳阔命。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我们全家都没嫌弃你，还把小小嫁给你，你不知感恩还在这翻旧账。没有我们家，你现在还能过得这么好吗？感恩。燕儿，爸爸今天教你一句话，有些人不配当亲人。老头子，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拼命！你个没良心的、还富义的东西！你敢走？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就永远别回来了！我苏海云没有你这个女婿！站住！养老费的事儿还没说清楚，那20万必须补齐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要是不交，明天我就去你公司闹。对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你公司就在镇上，我看你能躲到哪儿去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子成，别走。小小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说什么说？想走没那么容易。王子成，你听好了，把我和你妈的养老金一次性补齐20万，1分不少。交了这笔钱，今天的事儿就算过去。对，20万。你娶了我女儿5年，这笔账不该算吗？爸爸，法律上哪条规定，女婿必须给老丈人丈母娘交养老金？
你跟我讲法律，我当初就让许雪找个有文化的。你王子成除了会做生意有点钱外，还有什么可取之处？你现在倒好，赚了点破钱，连20万都舍不得掏。你那么大的公司，20万对你来说算什么？你少买辆车就有了，在这装什么穷？我的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这些年我贴补苏家的，少说也有10几万，还不够吗？哟，还摆谱了！你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要不是小小嫁给你，你算什么？二哥别说了，我说错了吗？他没爹没妈，就是个爷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错了吗？我报警了，骚扰、侮辱、人身攻击这些罪名够不够你们喝一壶的？你敢？你打人还有理了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今天谁再拦我，谁再碰我孩子一下，咱们派出所见。您好，110报警服务台。有人围堵我，限制我人身自由，还逼我交出20万现金。地址是……给我让他走！老头子，我说让他走。爸爸妈妈呢？妈妈还有点事儿，爸爸先带你回家。小小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你必须选一个，选你他，以后就别进这个家门。选娘家，现在就给我进去。从今往后，不许再跟那个王子成来往。我养你几十年，还不如一个外人。选吧，磨磨蹭蹭像什么样子？小小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，别到时候人财两空，哭都没地方哭。一边是亲人的逼迫，那些他叫了几十年的爸妈哥的人，此刻正用眼神和言语把他往悬崖边推。他会选谁呢？凌晨了，你家那边的事儿都讲清楚了。子成，坐，今晚把事情讲清楚。我不想过夜。第一个选择不离婚，但以后每月只给你娘家1000块，多1分没有。你二哥买房，你侄子侄女上学，你爸的病，通通不管。1000，我妈说了，20万养老费1分钱都不能少，1000连零头都不够。要是不给他的话，他真的会闹到燕儿学校去的。那是你的事儿，他要是敢碰燕儿一根指头，我就让他在村里永远抬不起头。第二个选择，离婚，这20万你拿走，一次性了结。燕儿跟我。王子成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给你生了孩子，操持这个家，你就用2张纸打发我？燕儿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。燕儿长大了，她自己可以决定跟谁。你扪心自问，上个月燕儿发烧到40度，你在哪儿？你在给你哥凑首付。你不选，我来替你选。明天我去法院递诉状，财产分割走法律程序。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存款对半分，你拿到手不会超过8万。8万？小小，你到底筹到钱没有？爸妈养老金缴费时间就要截止了，妈说了，你明天再不把20万打过来，他就让全村人知道你是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二舅他们都来了咱家呢，你说话呀，小小。二舅说后天就要到截止时间了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我在想办法。想办法，想办法！你想了一晚上了，赶紧弄钱啊！20万少1分妈都不答应。选吧，我的耐心用光了。那些日子都熬过来了，小小你就帮我这一次。可他也想起，我选第2个。签完字，我们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。妈妈，白眼狼！因为这20万，这笔钱保住了他娘家的体面。喂，大哥。小小，钱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20万刚到账。20万？怎么才20万？算了，先不管了，你赶紧把那20万打过来，妈的卡号你知道。好，我这就转。等等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二哥那边赌债还差10万，人家催得紧，你再凑10万，跟那20万一起打过来。10万？哥，我哪来的10万？你跟王子成要啊？怎么，他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转不过去？这钱我设置了7天延迟到账，你先冷静一点，先别急把这个转给他们。这些年你帮了他们多少，你心里应该也有数。你可以试试看，如果今天你这20万不转给他们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
他们是我的亲人，不会那样的。小小，钱怎么还没打过来？哥，卡被冻结了，钱转不过去。什么？你怎么连这点事也办不成？我再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赶紧去找王子成要，他要是不给，你就跟他闹，你听见没有？他为了娘家把婚离了，他签了字拿了钱，最后却发现这20万根本到不了他们手里，而二哥那10万赌债像另一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这20万是给你活命用的，不是给苏家填窟窿的。一共362。再试一次。要不换一张？搞快点啊！该不会是想吃霸王餐吧？58块。爸，我是真没办法。你没办法是你的事儿，我们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现在反过来吸血！别说了，有完没完？妈，就2000，没有，我们这一大家子还要吃饭呢，哪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可你们之前收了我那么多，收什么收？那是你孝敬我们的。嫁了人还往娘家跑，丢不丢人？我们离婚了。离婚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那我们的养老钱怎么办？前几天，我现在没地方住，想回来住几天。回来住？我们自己养老都成问题了，你离了婚还跑回娘家，你让我们的脸往哪搁？你不是分了20万吗？钱呢？这不刚好把我跟你爸的养老金交上吗？卡被冻结了，暂时转不出来。转不出来？那你回来干什么？空着手回来蹭吃蹭喝？就是啊，小小，当初你非要嫁给他，现在离了婚想回来，我们家可不养闲人。小小，不是我说你，离了婚分了钱都拿不到手，你也太没本事了。我就住1晚，明天一早就走。不行，你一个离婚的女人住娘家，邻居看见了怎么说？我周美凤还要不要脸了？小梅，不是哥不帮你，你自己把事情搞成这样，怪谁？你先去外面待几天，等那20万能转了再说。就是你呀，就是太任性。当初要是听妈的，找个当官的，还能像现在这样？女人这一辈子可得嫁对人，你倒好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得折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刚才那家人是你娘家，钱我不要了。什么？算我倒霉，走吧，别在这儿杵着。大哥，我不能让你白什么白？我开了8年网约车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就这点破落户还规矩挺多，闺女有事一家人关起门来装聋作哑，什么东西？大哥，上车，我送你一程。去哪儿？发什么呆？上车。姑娘，往前看，这世道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大哥，去城里银行那边。坐稳了。这偌大的城市里，他没有家了，但至少那20万不能再填进那个无底洞。罗姐，我现在在银行，那20万养老费帮我撤回。你终于想通了，什么意思？王总之前交代过，这笔钱设置了延迟到账，7天之内你随时可以撤回。他说给你7天时间看清你家人的真面目。原来他什么都算到了。罗姐，麻烦你现在就办。已经在办了，前30分钟内原路返回。小小，这一次别再心软。我会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和女儿活。那些吸血的所谓家人，再也别想从我手里拿走1分钱。爸，晚上叫几个好菜，咱哥俩陪你喝2杯。就是，等着养老金到账，我们又能快活一段时间。你们就知道花，拿到钱先把你爸的医药费结清。别急着交啊，妈，医药费要不了多少钱。再说医保还能报一部分呢。肯定是那丫头来赔罪了。表哥，您来干什么？告诉你们一声，那20万养老费撤回了。什么？不可能！协议都签了，白纸黑字。协议签的是苏潇潇出钱，他现在撤回合理合法，社区已经备案，这20万
一分都不会进你们苏家的门。这个苏潇潇，他竟然敢耍我们！田叔，那钱是我们应得的，爸养了他那么多年，他出点钱怎么了？应得的。苏海运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这20万养老费本该是你2个儿子出的。你躺在医院的时候，是谁在伺候？是潇潇，是你嘴里的闺女。你那2个儿子呢？苏俊在台上，苏峰在网吧里，护士连他们的人影都找不着。那是他们忙。忙？小小从小就不受你们待见，好吃的好穿的都只给2个儿子。小小初中毕业才16岁，就出去打工，供苏俊读技校，供苏峰学修车。你们拿他当什么？当摇钱树？表哥，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一个外人，我今天就是要管。苏怀孕，你重男轻女一辈子，现在老了病了，指望女儿来伺候了？就这样还不够，还要吸他的血去贴2个儿子，你配当爹吗？够了！他是我生的，他给我养老天经地义。那2个儿子呢？他们不用养，他们是男丁，男丁能一样吗？苏海云，你这辈子就毁在这句话上。可恶，到嘴的鸭子飞了！哥，现在怎么办？医院那边还欠着3000多呢，明天再不交就要停药了。不急，他有个女儿在城西上小学。你想干什么？他不让我们好过，他也别想太平。20万，我要让他一分不少的吐出来。20万没了，接下来这2个儿子会怎么对他？他不敢想。你配当爹吗？爸妈，我回来了，给你们带了东西。那我去做饭了。老头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美凤，咱们是不是真的做错？你别听表哥瞎说，他就是吓唬人。那小小回来那天，你给他倒水了吗？是啊，爸，那20万是咱们应得的，他苏小小想撤回就撤回，没门。明天咱们去找王子成，离了婚就给2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。王子成那么大的老板，公司值多少钱，咱们得跟他算清楚。那小小回来那天，你给他倒水了吗？是啊，爸，那20万是咱们应得的，他苏小小想撤回就撤回，没门。明天咱们去找王子成，离了婚就给20万，打发叫花子呢。王子成那么大的老板，公司值多少钱，咱们得跟他算清楚。爸，你老糊涂了，你不会还想去给苏小小道歉吧？钱拿到手才是真的。明天一早，咱们就去王子成家。对，不能便宜了他。那20万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就是，他撤回就撤回了，凭什么？这200也没有，别叫我二哥。找不出来，那你回来干什么？子成，是我。小小，我想通了，以后苏家的事跟我没关系了，他们从来没把我当家人。子成，对不起，以前我总让你一个人扛，总拿咱们家的钱去填他们的空漏。你加班到半夜回来，锅里是冷的，我还一直无所顾忌的帮娘家，以后不会再那样了。小小，你终于想通了，能想通就好。那明天我来接你。好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仅仅是爸妈的女儿，哥哥们的妹妹，我更是丈夫的妻子，燕儿的妈妈。我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有些疤会慢慢长好。王子成，开门！你出来！离了婚就给20万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
20万是离婚协议上写的，白纸黑字，他签了，我也转了。你那么大老板，离婚就给我妹20万算什么？今天你不加钱，我们就什么？报警还是打官司？这些年，苏俊买房借了30万，苏峰装修借了20万，还有端午、中秋、春节的红包。你们爸生病住院的医药费，苏峰炒股亏了帮他填的窟窿，苏俊孩子上学的择校费，我都记着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该我出的赡养费我1分不会少，但是借出去的钱，该还的就得还。这些年你们从他手里拿走的1分1厘都要算回来，不还就打官司。你敢！欠条都在我这儿，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的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异议可以打官司，我随时奉陪。到时候看看你们能不能得到好果子吃。哥，王子成算你狠！小小，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每一个字都听到了。原来我哥他们从来就没把我当过家人，我只是他们敛财的工具。都听到了就好，以后不用再怕他们了。我现在来接你回家。小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让王子成告你哥，你还是不是苏家的人？妈，这些年我给家里的钱，少说也有10几20万了，你们什么时候还过？那是你孝敬我们的。孝敬是一回事儿，借钱是另一回事儿。欠条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妈，以前我傻，总觉得一家人不能算那么清，现在我想通了，你们要是愿意还，咱们还是亲人；要是不还，法院怎么判我接着。小小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妈，不是我变了，是我终于醒了。以后你们再需要钱，就去找我2个哥哥要吧。小小，是我。你来了？还没吃早饭吧？先吃点东西，我帮你收拾行李。你怎么知道我没吃？这几天我想了很多。想什么了？想我以前有多傻，把娘家当成天，把你和燕儿放在后面，总觉得不帮他们就是不孝。都过去了，走吧。你瘦了。你也瘦了，回去给你炖汤，好好补补。幸福是应该不会是当然，只怪我。爸，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儿，她真敢告，她传票都送来了。我也收到了，上面写了3天不还钱就强制清醒，我们不会真的要进去吧？爸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们借的钱不该还吗？爸，你怎么帮外人说话？她是你女儿，我们可是儿子。外人，小小是你们亲妹妹，你们这些年从她手里拿走了多少，你们心里没数。快去把钱凑齐，明天都去给小小和子成道歉，把钱还了。咱们还得做一家人。算了吧，俊儿，到时候强制执行的话，房子都要被查封，那钱咱们凑凑吧，明天就给小小送去。算了，本来就是我们欠小小的钱，那我现在就去凑。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？都准备好了。等等，我拿点小小最喜欢吃的红薯干，这是我自己晒的。小小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了，我给他带点过去。走吧。记忆中的小脚丫，小小，我们是来道歉的。燕儿，对不起啊，姥姥上次没给你红包，这是补的，端午的红包。谢谢姥姥。小小，这卡里有50万，借你的钱还有利息都在这儿了，多了的算是利息。小小，这是我的20万本金加了5万的利息，以前是我们不对。小小，爸对不住你，从小到大让你受委屈了，以后不会了。爸妈，以前的事儿
过去了。但是以后有些话我得说清楚，我不会再往家里贴钱了，咱们各过各的日子。逢年过节我该尽的孝心不会少，但你们也别再把我当提款机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爸记住了，爸记住了。耶！爸爸妈妈和好啦！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回哪个家？咱们的家。爸爸，我要吃冰激凌。好。妈妈，我要去游乐园。好。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脸红。张姐。小小，我来了。你天天来，不嫌烦啊？不烦，看你卖花比看报表有意思。小小，最近怎么样？燕儿好不好？花店生意怎么样？都好吗？您自己注意身体。妈妈，我回来啦！爸爸，明天吃什么？你想吃什么？红烧排骨。好。妈妈，明天花店里能养一只猫吗？不行，猫会把花弄坏的。可是我想养。等花店不忙了，咱们在家养。那时候他以为天塌了，现在才发现天没塌，是他自己站起来了。驾！爸爸，我要装那个。好，装它。爸爸，你看，好高啊！妈妈，下次我们什么时候再来？你想来就来。那下周好不好？好。他们的故事曾破碎得七零八落，如今拼起来裂痕还在，但每一道裂痕里都长出了新的纹路，比从前更结实，也更通透。